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人生話題：7件事要學會及時止蝕。人生就好似投資一樣，有時候我哋需要懂得放手，唔好將好變得壞，唔好將壞變得更壞。當我哋發現某啲嘢帶嚟損失多過收益嘅時候，就要及時止損啦。大家好，我係阿 V， 今日就嚟同大家講下呢7件事要學會及時止蝕。每樣都係分享真實嘅生活例子，希望對大家有啲啟發，有啲幫助。第一件，終結不快樂嘅情緒。有個朋友阿敏呢，佢呢係比較敏感嘅人，好容易呢就會轉牛角尖。有次佢喺公司做提案嘅時候呢，遭到否決，之後呢，佢就連續幾日呢都耿耿於懷，不斷喺度諗，係咪自己能力真係唔夠呢？係咪上司針對我呢？其他同事會點睇我呢？呢啲負面情緒呢，唔單止影響咗佢嘅工作表現，亦都影響咗佢嘅睡眠質素同埋日常生活，甚至咧引發咗輕度嘅抑鬱添。後嚟佢去參加咗一個情緒管理嘅工作坊，學識咗點樣情緒止蝕嘅方法。慢慢咁，阿敏咧就開始認識到自己嘅情緒，邊一啲係值得關注，邊一啲只係一時波動。有一次佢同同事咧有意見分歧，本嚟係好嬲嘅，但係佢即刻出去行下。行咗10分鐘之後咧，冷靜落嚟，就發現其實原來係自己咧理解錯咗對方嘅意思，就避免咗一場不必要嘅衝突啦。我哋要記住，情緒係我哋嘅一部分，但係我哋唔係情緒本身。當情緒開始令到我哋感到痛苦嘅時候咧，就係時候要止蝕啦。唔好再俾呢個情緒繼續發酵。2、結束不公平嘅對待。阿強喺設計公司咧做咗5年嘅平面設計，但係同期入職嘅同事都已經升咗職做高級設計師啦，只有佢係原地踏步。明明佢嘅設計咧成日有客戶去讚佢嘅，但係上司咧總係唔重視佢。仲咧成日都派一啲豬頭骨俾佢，直到有一次佢胃痛入醫院，醫生就同佢講，因為長期壓力過大咧，引致胃潰瘍。呢個時候咧，佢就醒覺啦，繼續忍受呢啲唔公平嘅對待咧，損失可能係自己嘅健康同埋未來。於是佢鼓起勇氣去約上司傾偈啦。坦誠表達咗佢嘅感受同埋期望，但係上司咧好敷衍咁同佢講一句：再觀察下先啦。阿強就決定及時止蝕。佢整理咗佢自己嗰啲作品之後咧，喺1個月內就揾到新嘅工啦，人工咧仲比之前呢份咧高咗20%。令到阿強意想不到嘅係咧，佢喺辭職之後咧，本身呢間公司就話加佢人工啦，升佢職啦，但係已經太遲啦。阿強話：我唯一後悔嘅就係冇早啲行動，浪費咗咁多時間，忍受咗唔應該忍受嘅嘢。當你發現自己長期咧處於不公平嘅對待，記住要及時止蝕，因為你值得被尊重，值得獲得公平嘅機會。第3，退出唔適合嘅圈子。阿玲喺大學畢業之後咧，就識咗一班朋友，就成日聚埋一齊咧傾八卦啦，講是非啦，互相攀比。每一次聚會咧，大家都輪流喺度炫耀最近買咗啲咩名牌啦，去咗邊度旅行啦，邊一個 post 咧又有幾多個 like 啦。起初阿玲以為呢啲咧只係普通嘅社交，
但係漸漸地咧，發現佢自己喺呢個圈子入邊越嚟越焦慮，買嘢開始咧唔係諗自己中唔中意，而係諗住下次聚會嘅時候咧點樣炫耀。有一次阿玲為咗喺朋友面前咧唔好執輸，明知道自己銀行咧得返幾千蚊嘅啫，就碌卡碌咗買咗一個萬幾蚊嘅手袋。返到屋企，佢就冷靜落嚟，然後對住個袋喊住咁問自己：我到底喺度做緊乜嘢呢？佢嘗試過改變圈子嘅氣氛，提議大家可以一齊去做下義工啊，或者去一啲讀書會，但係大家都冇興趣啦。最後佢決定慢慢減少參與，婉拒咗好多次嘅聚會，轉而加入咗一個攝影興趣小組，認識咗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而家阿玲咧每個月都有固定嘅儲蓄習慣，生活咧個重心放翻喺發展自己中意嘅嘢，而唔係取悅其他人。佢話退出咗呢一個圈子之後，先至發現自己之前幾咁唔開心。而家嘅朋友圈咧雖然係細咗，但係每個人咧都能夠互相鼓勵，一齊成長。我哋要記住，人生苦短，我哋冇必要將時間浪費喺唔適合嘅圈子裏面，適時止蝕，為自己咧揀選適合自己嘅社交環境。4. 離開爛人爛事。阿 May 有個朋友 Gigi， 識咗好多年噶啦，表面上咧佢哋好親密嘅，但係其實 Gigi 咧就成日暗串阿 May 嘅。Gigi 係一個要求人哋有求必應嘅人，佢自己有事咧就會將阿 May 當成係情緒垃圾桶，打電話嚟傾半個鐘頭，講完自己嘅煩惱咧就收線，從來唔會問阿 May 咧得唔得閒啊，方唔方便傾電話噶。阿 May 一直就當 Gigi 咧係好朋友，默默咁忍受咗呢啲行為。直到有一次咧，因為佢屋企有事，冇辦法陪阿 Gigi 去睇演唱會。Gigi 就話阿 May：哇，你咁樣唔夠朋友喎，仲喺其他朋友面前咧講阿 May 壞話。阿 May 咧終於都醒覺啦，決定同 Gigi 保持距離。喺開始唔少嘅朋友咧，共同嘅朋友咧都唔係好明白嘅，你哋唔係好 friend 嘅咩？覺得阿 May 咧好絕情，但係當慢慢大家知道 Gigi 嘅真面目之後咧，反而就好尊重阿 May 嘅決定。阿 May 話：我都用咗6年時間先至睇清楚呢一個爛人。6年啊，諗翻轉頭，覺得自己好嘥時間啊。不過學識咗呢一課，我以後揾朋友咧，一定會睇佢嘅人品。而唔係咧，淨係咧啱玩啱食就 OK 啦。生活中咧，我哋好難免會遇到一啲爛人爛事嘅。當我哋意識到某啲人或者事已經成為負擔，冇辦法改變嘅時候咧，就應該及時止蝕，唔好再投入精力離開呢啲爛人爛事，騰出空間俾更多美好嘅人同事入嚟我哋度。5. 停止錯誤嘅努力。阿俊由細到大咧，都被屋企人咧期望成為一名醫生，因為做醫生有前途又有錢嘛。佢雖然對醫學冇特別嘅興趣，但係為咗滿足屋企人嘅期望咧，努力咁樣考入咗醫學院。喺醫學院嘅日子咧，當然係好辛苦啦。阿俊成日都要捱夜讀書啦，亦都感到焦慮同埋好大嘅壓力啦。但係佢一直就安慰自己，辛苦係暫時嘅，將來咧會好嘅。到咗實習嘅階段，佢發現自己對醫學工作真係一啲熱情都冇。
每次見到病人咧都覺得好緊張，甚至咧有 panic attack。雖然已經讀咗3年，但係阿俊咧最後決定都係停止呢個錯誤嘅努力，如實咁同屋企人溝通。出乎佢意料之外，佢嘅屋企人咧喺開頭咧係有啲失望嘅，但係最後咧都係支持佢嘅決定。經過廢寢忘餐嘅研究咧，而家佢就成為咗一個元件工程師，唔單止收入唔差，仲每日咧都做緊自己好中意嘅工作。阿俊話：如果我繼續堅持錯誤嘅路，可能會成為一個唔稱職嘅醫生，甚至因為壓力咧自己病倒。而家我每朝早起身咧都好期待去返工，呢種感覺係無價嘅。學會分辨邊啲係有意義嘅堅持，邊啲係冇意義嘅固執，然後對後者及時止蝕，將寶貴嘅時間同精力放喺正確嘅方向上面。6. 告別唔適合嘅感情。阿晴同男朋友嘉明咧拍咗拖7年，喺外人眼中咧佢哋係模範情侶嚟嘅，但係事實上近2年佢哋關係已經出現咗好多問題啦。嘉明希望結咗婚之後咧，阿晴做全職太太，但係阿晴咧就好中意自己份工，亦都唔想放棄事業。嘉明就中意住喺比較鄉村環境嘅地方，而阿晴咧就中意喺大城市嗰度發展。阿晴一直咧就好唔捨得分手，因為都一齊咗咁耐咯，而且佢擔心喺自己呢個年齡咧重新開始好難嘅。有一日，阿晴參加咗大學同學嘅婚禮，見到同學嘅老公之間嘅默契同埋支持，令到佢反思自己嘅關係。返到屋企，佢同嘉明深入咁樣傾偈，兩個人都認清楚大家嘅核心價值觀差異係好大嘅，勉強喺一齊咧，令雙方都會好痛苦。分咗手之後半年，阿晴同嘉明咧都經歷咗一段好艱難嘅適應期，但而家佢哋咧反而就成為咗朋友。阿晴揾到一份新嘅工作，認識咗一個好合拍嘅男仔，嘉明都揾到一個同樣中意簡單生活嘅女朋友，準備結婚。阿晴話：如果我哋繼續糾纏落去，可能會因為妥協而結婚，但係肯定咧帶嚟更多嘅痛苦。分開係最好嘅決定，因為我哋都可以揾到真正適合自己嘅人生。喺感情世界嘅角度咧，及時止蝕唔係懦弱，而係一種勇氣同智慧，係對自己同埋對方負責任嘅表現。7. 唔好再無止境咁樣內耗。琳琳咧係一個高級嘅行政人員，表面上事業好成功，但係其實佢每一日咧都生活喺焦慮當中。朝早起身未做嘢之前咧，個腦入邊咧已經預演咗今日會出現嘅各種困難。開會嘅時候咧，明明其他人都冇注意到嘅，但係佢咧就會不停覺得自己講錯嘢啦，做錯嘢啦。放工返到屋企咧，又不停喺度回想啊、回帶今日每一個細節，喺度諗懊惱緊自己點解做得唔夠好。瞓覺之前咧，腦入邊又開始去到糾結咧將來嘅職業規劃啦，同埋人生方向。結果佢成日都覺得好攰，每逢咧週末就好想瞓覺，冇晒社交生活，而且開始咧有身體各樣嘅毛病啦，頭痛啦、胃痛啦、失眠啦，
有一次咧，佢仲嚴重到暈咗，去咗醫院。醫生話咧，你身體就冇咩大礙嘅，不過咧就建議佢去睇心理諮詢師或者係心理輔導。喺心理輔導嘅幫助下咧，琳琳就明白咗自己其實係長期陷入咗無止境嘅內耗狀態，不斷喺度耗費自己嘅精力咧，喺一啲無意義嘅擔憂啦同埋自責上面。琳琳話：以前我以為不停喺度諗工作咧就係負責任，而家我發現將精力放喺行動而唔係憂慮，先至係負責任。90% 嘅憂慮咧係永遠都唔會發生嘅，而真正發生嘅問題，當下處理就得啦。我哋要記住，及時止蝕唔係放棄，而係一種智慧嘅選擇。好似經濟學入邊有句說話，機會成本。當你選擇做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同時係放棄咗做其他事嘅機會㗎。當某件事嘅機會成本大過收益嘅時候，及時止蝕就係最理性嘅選擇。希望大家都能夠喺適當嘅時候學會及時止蝕，好好珍惜自己有限嘅生命，過一個更加輕鬆愉快嘅人生。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收睇，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我哋下次見啦，拜拜。